这个呢，我要为大家带来我阿嬷最喜欢听。只要我每次回阿嬷家，他们邻居都说：“哦，恁家科技的来啊，你开始分笛子啊，我听到啊，我就知影科技的来啊啦。”非常有台湾味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听听这首深具台湾味的曲子，来。哎，那我们再来秀第二段如何啊？来个牙买加节奏。来个最震撼的电音，不知道等一下麦克风会不会又像刚才一样承受不住我的电音。教室里，同学边吹笛子边仔细盯着乐谱，以免吹错。只有坐在角落的陈可季不看乐谱，非常陶醉，吹着手中的高音笛。因为听过了很多遍了，所以呢就直接自然记了，不用背了。可季，前音要轻一点。可季就读台中一民国小6年级。出生时因为视神经发育不全，完全看不到。不过上帝关了一扇门，又为他开了另扇窗。他音感很好，听力敏锐，音乐是他最拿手的项目之一。跟同学一起练的时候，他是跟得上，可以嘛？对不对？应该是说同学跟不上我吧。哦，你聪明耶！但是我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让可季就在这边打录下来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一首的那个他的节奏感其实感觉还不错，就是可以马上即兴啊。直笛4个声部中，可季在班上负责第1个声部。好，先到这里。但其他声部的直笛曲目也都在可季的脑海中。我觉得个性，他很想学，那种驱使动力，就是会让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一定要把它学起来。然后耳朵也非常的敏锐，现在听到什么声音，音不准、太高或者哪里不和谐，马上就是会跟你讲。啊？你要用手机哦？要查那个啊？同学，你不知道哦？我平常不太会在教室里面拿手机出来。其实是去年的11月，老师开始在练，因为一个路线我看不到，所以呢，每个路线要熟悉它的地形啊、车跟路线还有距离，所以呢，一次都要练大概20遍。因为爸爸妈妈也觉得现在要独立啊，然后我也觉得还不错啊，然后就开始，有时候还是会稍微给他迷路一下。真的怎么说？就是会这样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然后绕了到最后还是会回的啦。然后有时候会有好新闻出现。其实可季不是自己一人搭公车哦，他的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默默守护可季搭车的安全。对，我会跟他搭同乐公车，但是我不会去影响他的这个搭乘的状况，我只会在旁边看着他这样，因为他一定要自己学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直扶着他，或是带着他去做这件事、做那件事，但是我会确保他的安全性，确保他上车跟下车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今天还是会当路人。可以带我坐一下位置吗？好，谢谢。对可季而言，坐公车回家像在玩闯关游戏，要找站牌，要开口请人帮忙，还要避开马路上的障碍。然后我现在就会先查，等一下要搭的车要等多久？看看等一下动作要慢慢走还是要加速？你真的是在探险哦。
今天就因为路上的障碍，可纪错过了平常等公车的站牌。平常做算步数，什么算步数？其实不太会，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在等，像我自己在等，我就真的是这样。你刚刚是不知道对不对？是大概有点知道，可是好像觉得好像怪怪的。其实平常也是这样子打，只是有时候今天只是特别的运气好，没有敲到它。因为我们过马路都会听车声，像刚才过马路就走哦，车声已经停了，那个都慢慢的停下来了，所以就代表已经快要红绿灯。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危险。你要坐到哪里？我要做到柯南东。通常过马路有人会带你吗？通常都会有，通常都会有。可是我还是大概会自己知道。你有遇过因此这样很危险的状态吗？是大家觉得很危险的状态，因为像老师也很紧张的，老师还是会紧张的啊，就赶快讲，哎，还没到，还没。然后现在机车在旁边，只要他们走，我就知道已经开始绿灯。可纪开朗乐观的个性，让他在眼睛看不见、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时不会沮丧，反而变成一个习惯，先找方法解决问题。那我找个音这样可以吗？NG。听说你自己会作曲啦，应该是这样讲也。不算到作曲，没那么专业。那不然算什么？混音。乱玩，就是爸爸介绍给我一开始，然后后来他没有再去特别去碰这个，可是我就把它拿过来自己用，然后现在就用成这样子。然后我还有其他软体，就自己去找的。爸爸教可纪的方法，意外变成了可纪的休闲娱乐，把自己会的乐器结合在一起，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曲风。我有时候会加一些效果，像我现在在讲话，然后呢，我讲话讲一讲就无聊，想要把它增加一个空间感，弹响，就会这样子。我现在在讲话，然后呢，我讲话讲一讲就无聊，想要把它就会有一个空间感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我自己做的曲子。我里面用3个直笛、3个笛子的声部，然后呢再加一个 beatbox 的一个节奏进去，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音乐出来。聚精会神的操作，现在已经混好了。好，来，请 play。我的 beatbox 先进来。这为什么会延迟？为什么这样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放的时候不会这样，怎么那么神奇？可纪的开朗积极反映在他创作出来的音乐，就跟他给人的感觉一样，拥有一股疗愈又无穷无尽的力量。